我看到一条永恒的长河，一切皆为虚空，一切皆为趋同，一切皆为昨日的重演。当葡萄酒化作震动，当视线灼烧心灵，是何人的身影义无反顾跃入名为死亡的海中？在外面见吧，笨蛋。不过这下可真痛啊！好疼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已经脱离了系统吗？腿动不了。大家头好晕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明明以前都没事的。系统中的死亡开始影响现实了。赫利亚，他们还在里面，得让大家小心。通讯器在那里，我得通知大家。心脏跳得好快，我不要。我会死吗？似乎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我都是一个在尽力避免想到死亡的人。就像人不该在自己的生日派对上谈论伤心事，也不该在游乐场里思考这样快乐的时光还能持续多久。可是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对死亡如此避而不谈的呢？明明死亡对曾经的我来说，一点也不陌生，不是吗？可是天气这么冷，还下了雪，他会被冻死的。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儿。小声点儿，福利院门前可都是人。难道你想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让全家人一辈子跟一个怪胎的命绑在一起？好，好，你自己养吧，我不管你们了。别哭了，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你要怪，就怪这该死的崩坏。你生下来是好好的，谁知道越大越古怪，还长出了这吓人的尾巴和耳朵。是否生命本身存在高低？爱同样具有条件？大人们不愿承认，他们只是践行。把你留在这里，是给你一条活路，可能不能活得下去，就是你自己的事了，知道吗？婴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哭声却渐渐平息下去。真奇怪，他就像听懂了对方毫无逻辑的自我安慰，开始认真地在心底琢磨起来。与其跟着这样的人过备受嘲弄，注定要被当成撒气筒的日子，倒不如就做一片安静的雪花，毫无声息地冻结在茫茫雪夜。就像他从未来过这世界，也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一样，对吧？这孩子怎么还笑起来了？怪胎，真是怪胎！快走快走，有人来了！瞧，就是他，你仔细看他的帽子底下，看不清楚啊！啊，这样，你去吓唬他，我趁机把他的帽子摘掉。嗨！不，真的是耳朵，好可怕！怪物，它还有尾巴呢！
野兽、怪胎！不要，离我远一点！4岁的孩子惊恐地躲闪，可无论他向哪里逃去，四周的窃窃私语就像面前挡住所有出路的顽童们一样，将他层层包围。他动起来想要逃离，他们就笑话他的动作；他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，他们就嗤笑他的呆傻。无论怎样做都是错，笑声就像洗不掉的污点，也像他摘不下的耳朵。可有人了！可有人了！我得狂犬病吗？我要告诉阿姨，我要让她把你那些破烂书全扔了，我要让她用狗链拴住你。对，你会变得像我一样，你会变得像我一样。很遗憾，他费尽全身力气的呐喊并非反击的宣言，而是一个孩童用最自暴自弃的方式对这个荒谬世界丧气的谩骂，是他准备留给世界最后的话语。他逃上了天台，却逃不开嘈杂的笑声。或许自己的诞生本就是一场命运的玩笑，捉弄着自己，逗乐了别人。恍惚间，一只脚已抬出屋檐之外，孩童却第一次感觉到世界在自己脚下，好像只要他迈出一步，宇宙庞大的时空里就会有一个瞬间属于他，即使那是一个瞬间。可在他落下之后，笑声会停止吗？当然不会。他过人的聪慧让他过早看懂一切，也让他对每一条路都充满绝望。在你从2层楼上落地之前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本画了许多笔记的书是你的吗？是的。不，才不是，我才不要看那么愚蠢的书呢，一无是处，糟糕透顶，古怪极了。是吗？那么你有时间跟这本书的作者聊一聊，他到底有多糟糕吗？是个怪人。孩子睁大了眼睛，打量着眼前有天蓝色头发的家伙。他身上的颜色让孩子想起了晴朗无云的天空。我的名字是爱因斯坦，也是这本蹩脚物理书的作者。我很想听听你的建议，因为我需要你。我从前总是下意识用局外人的视角去看待自己，毕竟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当成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受到伤害时也许就不会那么痛苦。可现在我好像不再需要了，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天空。在这片湛蓝之下，我可以成为我。快跟上，我们去那里滑滑板车，还要踢足球、吃冰淇淋。喂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！我戴着毛线帽遮住耳朵，攥紧滑板车的扶手，却迟迟不敢推开面前的房门。那道隔绝了我与同龄人嬉闹的门扉，也是让我感到安全的堡垒。你想玩滑板车吗？这个高度我也挺合适。我陪你玩可以吗？还是你想要和他们？别开门！好，我们去拼火箭模型怎么样？是特斯拉博士新送来的。他说他买的模型声光电一应俱全，他还加了些花哨的。总之，他说比我买的高级。你要不要当裁判？我不要，我根本拼不出说明书上的样子，他们不一样，一点也不一样。他们确实不一样，可是克拉丽，为什么一定要一样呢？因为说明书就是这样写的，外包装上就是那样画的。按照说明书将模型组装好，的确是用最稳妥的方式完成他人规定的设计。可是你用自己的构想拼出的模型，是属于你的创造，它是特别的，独一无二的。你很聪明，克拉丽。我知道你明白我其实想说什么。不过，即使你现在，甚至以后都不认可这句话也没有关系。我只希望你能快乐。
今晚的研究所聚会，我可以跟你去。我担心自己的拒绝是否太过分，以至于自己总有一日会失去他的好意与善良。仿佛我生活在一座温馨的房子，陶醉于每个清晨，却心里一直惴惴不安，害怕总有一天有人突然冲进来指着我，说我不配拥有这一切，不该活得这样好。我不想离开这个对我来说过于美好的梦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让你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。在这里，你有权对不喜欢的事情说不，即使对我也一样。接受自己与众不同，是天下最容易说出的道理之一。可想要真正做到这一点，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，还有足够的爱。那天的聚会上，来了很多大人，有我见过的，也有没见过的。他们赞叹我拼出的模型，制作的发明。我知道，妈妈就在我身后微笑地看着我。她总是这样。我摘下了头顶的毛线帽，我那副与众不同的耳朵就这样展露在灯光之下，缓缓摇动。这是我的女儿克拉丽，她与你们不同，因为她是一个天才。毕竟，这点随我。我听到了红发博士对妈妈的笑骂，大家的夸赞，还有母亲淡淡的轻笑声。她的手抚过我的头顶，就像阳光。一扇门正在我的眼前轻轻被推开，光照进来，暖和和的。而后我踏出房门，试图去成为这束阳光的一部分，这样我就能永远照耀他们了。日子按部就班地过去，我的身体因为崩坏能的后遗症不再变化，身边也鲜少有同龄人与我有共同话题。但这两件事对我来说，或许一点也不重要。友谊这个词听上去陌生而俗套，同龄人成长的烦恼在我的想象中也幼稚且无聊。我就像一只懒洋洋的小动物，在阳光晒过的土地上，用游戏机、威化饼堆砌成最舒适的屋子，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没人打扰，安静的自娱自乐。可偏偏有一个要强又积极的笨蛋，带着最令我过敏的活力，横冲直撞的推开了我的大门。为什么只有我做不到？他的确与我不同。在我向外界叛逆的宣告自己绝不会被世界改变时，他却固执的在他人定下的规则里努力寻求他的认同。就算崩坏能适应性不高，但我不是战胜你们了吗？但他又的确与我相同。我们都在试图告诉这个世界，即使某些事已经注定，但自己绝不会就此服输。我想，我们是互补的。当我在自己创造的小天地里自得其乐的生活时，他却偏偏要在那个算不上好的世界里，用自己的力量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。不过，人类绝不可能拥有不能实现的梦想。他的挣扎与不甘，自卑与自负，在我眼中，就是笨蛋的可爱之处。我相信他会创造属于他的奇迹，正如我相信自己注定会亲眼得见那一天一样。可是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生命是这样渺小脆弱，稍纵即逝。死亡会随时让我们以一事无成的模样终此一生。所以，除了无尽的遗憾与悲伤，在生命的终点之后，我们又能留下什么？